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安装家居的天然气暖气炉。这个呢是非常有挑战的项目，一般呢也不是一个经常会 DIY 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还是挺专业的。另外呢，相关网上的资料也非常的少。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去网上 Google 了一下，我就找到一篇文章是英文的，所以呢，实际上呢，确实是很少的 house owner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 project。我呢，刚刚在6个星期以前自己完成了这个暖气炉的安装。那么6个星期下来呢，经过测试和启动呢，发现一切运作非常的正常，非常好。我自己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那么下面呢，我准备做3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安装这个暖气炉过程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这个呢，不是指望大家可以按照我的这个视频就会装暖气炉了，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即使你不自己装，那么你去选购的时候，或者找师傅来装的时候，或者平时维护保养的时候，暖气炉出现一些基本故障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我家的暖气炉呢，实际上老的暖气炉是1982年安装的，到今年已经是超过了38年了，是非常老的。我买的呢是一个 Goodman， 是96%的two stage 的一种高效的暖气炉。实际上像这样一种情况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更换，它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upgrade， 是一个升级。这种老的暖气炉和新的暖气炉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差别的。像排气管道，像那个控制，像线路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不同。自己 DIY 的这个暖气炉合不合法？这是很多人很纠结的问题，认为你自己做，你没有 license， 那么你非法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澄清一个概念吧，就是说，你自己在你自己的 property 里面做任何的 project 都是合法的。当然，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要符合相关的 code 相关的规定。只要你符合了这些规定，那么这个螺丝是由你自己来拧，还是你找一个专业的有技工有 license 的人来拧，是没有区别的，并不违法。所谓的合不合法呢，实际上是牵扯到一种合同范畴的一个讨论。也就是说，当你去帮别人来安装这个暖气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 license， 你去帮别人做这个事情，去收别人的服务费，那么这个过程就是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别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到过足够的训练，第二，你没有这个相关的工程保险，这样呢，一旦有问题，那么谁来 cover 这个损失呢？所以这个过程是非法的。但是你自己帮你自己做，你自己愿意 take 这个风险，那么是完全合法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炉子的购买。这个暖气炉呢，实际上是一个水比较深的一个行业。基本上你在外面你是很难买到光的一个暖气炉的。不管你是去一些大的 box store Home Depot，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 contractor， 他们声称呢，他们卖各种各样的暖气炉，实际上那个价格都是包含安装的。如果你跟他们说我只要买一个暖气炉不需要安装，一般他们不会卖给你的。这个呢是一个挑战。那么我的暖气炉呢，我是在 Amazon 上发现了有那么2家公司在卖，价格当时呢还非常的好我只花了不到1300块钱，而且呢含税的价格，还帮送到家里面，所以呢非常好的价格，我就直接把它买下来，是一种96% Goodman 高效的暖气炉。那么很多其他的品牌呢，他们一般都是通过这种特殊的经销商，经过 license 的这个 installer， 然后去分销他们的产品。那么如果你要买那种光的暖气炉的话呢，这个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其中 Goodman 这个品牌呢，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呢是可以单独卖的。当然了，你要找到经销商，还好呢，现在就是这个 eBay 或者是 Amazon， 你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经销商，而且呢，它的价格变动还是蛮大的，有的时候呢，贵一点，有的时候便宜一点，所以如果你需要买这种暖气炉的时候呢，不妨去跟踪一下，然后
看一下，有的时候发现一个好的 deal， 那么就直接买下来，因为很可能过了几天或者1个礼拜会有几百块钱的差价，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另外呢，你买这些暖气炉买完以后呢，你可以找一个contractor， 另外这些公司它也有合作的一个 contractor， 它可以帮你装。那么他们声称呢，就是说安装是700块钱以上 plus， 但是呢，实际上具体的工程呢，700块钱是很难 cover 这个费用的，因为这个暖气炉的安装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大概。我认为呢是最基本的一种安装，就是把你老的暖气炉取下来，然后把新的暖气炉放上去，然后把水电气接上就走人，这种可能差不多是700块钱。但是作为暖气炉的安装，很少是这种情况，因为它的尺寸未必和你老的暖气炉完全一样。另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 duct work 需要你来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排气管和进气管，这些呢都需要很多的工作。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暖气炉的更换呢，一定要提前准备，而不要在最冬天的时候突然暖气如果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去找到一个好的 deal 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呢基本上没得谈，因为这个暖气是你必须要的东西。所以呢，不要等到你的老的暖气炉最后坏掉以后才考虑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准备。基本上你的老的暖气炉呢，如果不是那种 high efficiency 的暖气炉，比较低效的，另外呢使用了超过25年了，那么你就应该考虑呢去更换的问题。而且呢，最好在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很少人去买这个暖气炉，所以呢，一些经销商或者 contractor 都愿意给出一些比较大的 discount。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买暖气炉最佳的一个时机。而我的这个暖气炉呢，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就定了，所以呢，拿到一个很好的 deal。还有买什么样的暖气炉呢？当然是要买那种，既然是更换嘛，肯定它的功能和的效率要更加提高一点。买那种高效的暖气炉，最起码在95%以上的这种热效率的。另外呢，在尺寸上一定要注意，因为暖气炉的安装呢，它涉及到很多这种管道的工作。那么如果你的新的暖气炉的尺寸跟老的暖气炉呢越接近，那么你需要额外的管道的工作呢就越少。这样呢，不管你自己装还是找别人来装，那么相对的工作呢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所以呢，最好呢选择尺寸跟你老的暖气炉那个管道的这个尺寸呢最接近的。其中这个暖气炉呢有这种宽度和这种深度，那么这个呢最好呢就是符合你现在的这个尺寸。那么很多新的高效的暖气炉呢，跟老一代的暖气炉相比呢，它的尺寸呢普遍的是更小一点，设计的更加紧凑。像我的这个暖气炉买来以后呢，宽度和深度是跟老的暖气炉是差不多的，但是高度呢大概低了1尺左右。这样呢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或者呢在上面或者在下面加一段这个 duct work， 这样呢把这个暖气炉呢接到现有的这个管道上面去。在拆这个暖气炉之前要注意每一个细节。因为这个暖气炉呢，它的安装需要首先这个气，然后呢电呢分成高压电和低压电，管道 ductwork 这种风道，高效的暖气炉呢还有一个叫排水管。那么所有的这些细节呢，在你拆除旧的暖气炉之前呢，都要确保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安装的方法。任何的细节你有疑虑的话呢，不要盲拆除这个老的暖气炉，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工开始更换了。这个暖气炉的安装呢，实际上如果你想自己装的话呢，还是蛮挑战的，你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实际上现在网上你想做这方面的研究呢，也挺困难的，因为你能找到的资料非常的有限。基本上做这一行靠这行吃饭的人，他不会把这些东西告诉你的。而一般那些 house owner 呢，能够自己 figure out 这一整套过程的呢，那简直是非常少的啊。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Goodman 呢，他
它的这个暖气炉呢，它给你一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Owner's Manual， 而且呢，这个说明书的这个很多细节呢，它都告诉你了应该怎么安装，而且这个要求呢，我专门查了这个安省相关的这个 code， 实际上它这个要求呢，比这个 code 的要求还要更加严格的，所以基本上你按照这个制造商的这个说明书，严格的按照这个说明书的标准来安装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装出来的这个效果是要超出这个安省的这个 code 的要求的。这个装的暖气炉的配件呢，实际上基本上你在 local 的这些装修店呢是能买到的。当然，如果你想买那些比较专业一点的配件，例如说你想把这个暖气炉架高，那么下面呢它需要一个叫做 air return box。这种配件呢，在加拿大这边我没有看到有卖的，可能那些专业的Havoc 的这个供应商那儿有卖的，一般这些店里面是没有的。在美国呢，在 Home Depot 应该有卖的，它有不同的尺寸。美国的朋友们呢，就是说会方便很多，如果你要买的话。另外呢，还有一个配件叫做air filter rack。air filter rack 呢，就是放那个 air filter 的，这个呢可以做得很 fancy， 这个有一些制造商产的这个配件也挺贵的，要100-200块钱一个，甚至有300-500的，甚至1000块钱的都有。对，有的甚至通电的，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净化空气的这个作用。但是呢，最 basic 的呢，你也可以不用，就把它那个塞到这个炉子侧面那个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在以后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会给大家展示这些细节。那么好，那么这一期的小视频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场白，然后讲了一些法律的东西，然后讲了一些购买和安装前注意的事项。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希望继续关注 follow 我的频道。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那么在下2期呢，我会进一步的分享给大家这安装暖气炉整个过程的一个非常完备的细节。好，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再见。